好，大家好，我是 STC 的开发长威廉。那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去年帮 Olympus 做了一只很可爱的手把。那这一只在设计的时候，其实我们用了很多巧思，然后做完之后觉得，又卖得很好，就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那去年后来我想说，既然我能够帮 Olympus 做，那我想我也来做一些其他家的。所以去年我们就买一台 Sony，然后 Sony 的 A7我就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相机。那只是现在普遍大家为了小，所以它的这个地方都做得很短。那像我这种手大的人，其实拿的时候，其实大部分这边是空的，尤其在拿大的镜头的时候，其实还蛮吃力的。所以那时候就想说，那我来试试看能不能开发一些比较方便用的东西。那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其实我是一个很讨厌麻烦的人。我知道原厂有出电池手把，很大一块的电池手把，当然那个是拍婚摄什么是很方便，而且很好拿。但是对我这种常常旅行要跑给狗追的人，我比较喜欢拿小一点点的，而且是随时可以放进我的摄影背心，这样插进摄影背心，然后就赶快跑，不然会跑不赢小狗，会被狗咬，会有这个问题。所以我那时候想说，我来开发一个手把，出另外一个电池手把是长这样子，还多一块。但是那一只我有买，可是我觉得有一点点不是很好用，就是它拆电池，它的手把它拔起来，而且它放在桌上的时候它是歪的，它不是直的。那这样子的话，有时候我在野外构图、在叠石头、在堆的时候，其实会有点麻烦，所以我就在花一些时间想说要怎么去做。那去年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第一个版本是长这样子，它是伸缩式的。为什么会多一块呢？就是当你这一块在这里的时候，你的手指头是可以得到支撑的。那因为我以前学过中医，所以我知道我们的手指头、我们的骨头其实长这样子。然后它到这边，它有一块骨头去把这4根手指头去结在一起，中间这里其实是没有的。所以如果我们在握东西的时候，你少了这一支的力道的话，其实相对来讲，你整个握力会大减。所以其实小指的握握力很重要。所以我就想说我要解决这件事情，就想说，那我做一个东西来顶。那这中间这半年，其实后来德国和英国的工程师，还有包括像我们永龄基金会的一些人体工学的工程师，他们都有跟我讲这个地方很重要，所以那时候我们就陆陆续续改了很多种不同的版本。那到今年，大概到8月的时候，我们才做了一版本，是英国、美国还有台湾这些一些专家，他们觉得这支还不错的，以功能性来讲，这支还不错的一个手把，那就是大家现在看到这一个。好，那这一个你看它的结构其实。这是它完整结构。那主要是我怎么修改呢？原本这边会有一块凸出来嘛，那我现在的做法是用折叠式的。你看，我就把它转开，然后这边翻过来，它这里就可以卡住了，就非常非常坚挺。那我们现在可以把它装上相机，来给大家看看。好，装起来之后它就是像这样子。这个把它折过来之后，它这边就顶得很紧，它就顶得非常非常紧，所以你在握的时候，你的手指头这边是顶得住的。所以当你这边顶得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握果力会好很多，握持力会好非常非常多。当然，Sony 相机它本身的防手震也做得很好啊，再加上你这一个，其实长时间如果你要拍鸟或长时间在户外这样拿的时候，其实你的力道是可以持久力是可以增加1/4，这是确定的。所以这一次我们这个设计，我自己觉得做得还不错。那当然，既然要做脚架，所以我们其他的部分也有去考虑，包括我这个就直接是快拆，我可以直接上我的脚架。然后另外我有多做了几个地方的小设计，就是这一个如果有 PNF 的朋友应该觉得这个设计，这个所吊带这个设计跟 PNF 很像，就是因为其实原本这个设计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设计，所以这次在做的时候我也同步再把它放进去，而且我稍微再加高一点。那再加高一点，原因就是因为像我们有时候用那种很高级，像徕卡或是那个沃坦，他们出那种很高级那种单手的手带的时候，它的皮比较厚，所以你就可以穿进来。这样单手这样子握的，做变成那个单手的那种相机绳，那其实就很好看，质感整个皮的质感都很棒。那另外我还有在这上面多做了几个地方，就是第一个像左边右边我都可以带去让你挂这样 Peak Design 的吊环。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相机如果它原本的背带是设计在这上面嘛，那设计在上面的时候，常常我相机挂的时候是这个样子，有时候不小心走路，镜头朝前面，不小心走路，哐就撞到，所以我常常吃这种亏啊，我甚至有2颗镜头我也是这样子被自己撞到坏掉，这边裂开。
那现在挂在下面之后就比较不会这个问题，因为它就统一都是往下走，就是统一往下走。好，然后还有几个地方我还有做一些小修改。之前在 Pen F 的上面，因为它的这个下面这一块海绵，其实当时做的时候我是有留到0.3，留到0.3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是漂亮，第二个它锁进去它会比较稳固。可是后来我发现其实还不够，而且这么贵的相机，你如果我这一块没有锁好让它掉了，那我要赔人家，那会很麻烦。所以后来现在这一个部分，你看我现在增加了4条的橡皮，而且这橡皮我现在把它垫高到0.6。垫高到0.6的目的是什么？这样看起来可能不好看，可是当你相机锁下去的时候，它的这个橡皮是会变形的，是会往下挤，那就你在锁紧之后，它就会有一个类似像那一种弹簧垫片的一种作用，所以它就可以确保我只要一颗螺丝，我就能够把相机逼得很紧。那很多人会问我说，那这个会不会有侧面手把？有，我做了侧面手把，不过可能要再稍等一点，因为我侧面手把我做了一些修改。原本的侧面手把它很多盖子可能不能开，但是我现在这个版本我的盖子是可以开的请大家再等我一下。那这一次这一支的手把其实主要也是跟一些摄影同好然后还有一些专家合作。然后这一支的制造商，这次我找的制造商是一个很厉害的制造商，他是台湾在做道具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间厂商叫 Mafioso， 所以这边有他的 logo。这个是他做的结构件。道具枪的结构件，这都是金属的。他做这个道具件做得非常非常漂亮。那这一次也就是上一次我去他店里面，我看到他这个做得很棒，然后我们聊一聊，就说他可以帮我们做，所以我们就开始做。好，大概就先这样子。